大家好，我是俊谷，我现在是来到山西晋中市。这个晋中市和太原呢是紧挨着的，就有点像广州和佛山相当于已经是同城了。在晋中的榆次区有一座庄园是一定要过来看的，那就是常家庄园。在山西有很多大宅院都是叫做某某大院比如说很著名的乔家大院。但是你看这里，人家叫庄园中国儒商第一家。你知道常家大到什么程度吗？60万平方米。60万平方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是7140平方米，60万平方米就相当于84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这也太大了吧！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故宫大家知道有多大吗？72万平方米。你看常家庄园是不是仅次于故宫呢？还好没有超过故宫不然呢就是以下犯上了。常家庄园所在的村落是叫做车网村，仅仅这个庄园就占去整个村落的一半。庄园里面总共是有楼房50来座，13个小园林，房间总数呢是达到了4000来间，4000来个房间轮着来住，每天住一间，10年也住不完。我也算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私人庄园。常家庄园的格局可以总结为1山1阁2轩4园5院6水9堂8帖13亭25廊27宅院。现在整座庄园开放给游客参观的区域大概有12万平方米，不及原来的1/6，但仍然很大。想要完整的逛下来恐怕1天时间都不够。这就是常家庄园的大门了，人家不仅有城楼，而且呢有城墙，还有护城河，这也太气派了不过现在下面呢就没有水了，都是雪。这里的门票是80块钱，有点贵现在呢准备检票进去。进入大门之后看到的就是一整条街在当地呢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乔家一座院，常家2条街这第一座建筑就是常家的祠堂，真的是相当的气派你看，就连这些围栏都是石头雕刻的。在祠堂的大门口是有2根像旗杆一样的东西这个呢是叫做桅杆。大家看这上面呢是有2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叫做斗。如果说1斗的话呢，就是中了举人；2个斗表示中了进士。在祠堂的正对面是一面8字照壁，这上面呢是有240个字，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寿字的不同的写法。因为中国是以60作为一个甲子嘛，240个字呢就相当于是4个甲子，那么就寓意着4世同堂，多子多孙这2边的砖雕分别是鹤还有鹿，这个就是寓意着福禄双全。现在进来常氏宗祠的里面来看一下。一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大水缸。大家知道这个水缸除了消防作用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吗？大家看一下这座大门除了门这个功能以外它还有什么作用？像不像是一个戏台？你看在这里呢，它是留出了一点点凹槽，那么在这里呢，它就可以架起木头把它给搭起来。然后这个大水缸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扩音器，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唱戏表演给他们的祖先以及后代来听。这祠堂的第2道门是双层镂空雕花，上面的图案呢是松鹤延年益寿。这门口的2个小狮子头部呢都是被摸得很光滑。这地上还有一堆堆的积雪说明现在天气依然还是有点冷。进来看看。下面的供桌上还摆放着金山银山。从这个祠堂右边的一个小门出来就是信园了。在这个信园的里面是满满的积雪非常的漂亮在这个信园的中心有一个孔子的雕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常家来到这里奠基之后呢，繁衍到第8代，已经有24个兄弟了。那么其中一个呢叫做常威。常威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但是这个常威和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常威不是同一个人那这个常威生活的年代是清康熙年间，也就是公元1700年左右。
常威为了摆脱家庭贫困的状态啊，也算是饱读诗书了。在有一年准备参加县试的时候呢，就苦于没有这个经费而苦恼。一天夜里常威就迷迷糊糊的睡觉去了，恍惚间他就来到了文庙，见到了孔子。常威就向这位圣人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孔子听了之后呢，就对常威说：“邦有道，见且平焉，耻也。”常威就问不见之术。孔子说：“尔可笑端木。”端木就是孔子经商致富的弟子。常威听了之后就如梦初醒了，意识到这是圣人给他指点人生之路，就放弃了科考之路，而是立志北上经商。如今一座刻有孟胜立大志的石刻就立在常家庄园的信园中。所以说常家家族命运的改变是从常威这个人开始的。这里就是晋园了，刚刚的信园呢也是属于晋园的一部分。看一下这个园林是不是特别有南方的色彩呢？因为他们家族做生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嘛，所以呢他们家的园林也是融入了很多南方的色彩。看看这些亭台楼阁，中间原本是一个湖的，现在呢变成雪景了。他们常家做生意不单做遍了全国各地，而且呢还做到了俄罗斯甚至欧洲，是清朝末年中国北方外贸的第一世家。看看这个园林，这就不难理解他们家为什么叫做庄园而不是叫做大院。这后面有一个楼阁，站在这上面可以俯瞰整座庄园，后面呢又可以看到万顷良田我们常说富不过3代，但是他们常家却富有了200年，200年整整8代人都有了吧？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这是他们家的书院，他们把整座学校搬到家里来了，而且呢请了最好的老师。这是石云轩法帖，都刻在壁上了。学而思，这墙壁上也是挂满了字帖。这一块石头是不是特别漂亮？它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梦比山。这块石头是来自安徽的灵璧石，是中国4大名石之首常家是以这块石头作为隐蔽，取灵验灵气之意，期盼族中的子弟成栋梁之才。因为它的形状很像是笔架，所以呢命名为梦比山。你敢想象吗？就这样的书院他们家有10几座呢。这个就是书院的大门了，石云轩。你看在两边呢有学海2个字。刚刚呢就是从这边进来你看就是这样一整条街。这里还有一座石牌坊呢。我们再回来看看这座大门有什么玄妙之处。在大门的入口处呢，它并不是狮子也不是鼓，而是一个花瓶。你看瓶子的上方呢是有2个狮子，这边呢是一个小孩，寓意着什么呢？事事平安。这个就是大人对小孩最基本的期望，因为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从牌坊过来就是进士第，我们进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亭子，这是他们家族的家训如果说有小孩子不听话，就会被拉到这里来面壁思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刻着的字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庄，衣冠必素整，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做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我们从这边的阶梯上来，这中间呢是福禄寿3星，这里面呢是有常侍简史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两边呢都是展厅，他们家族做的生意很杂，有盐铁、布匹、茶叶。你看这个呢就是织布的机器，这里呢还放着一些线棉花之类的东西。这边呢也是织布机，看来这一台机器不像是国产的，像是清朝末年进口的。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应该是他们晋商的同乡会。在这后面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展厅，在这个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骆驼在鼎盛时期他们家族拥有将近1万匹骆驼从咱们中国将布匹、茶叶运到俄罗斯乃至欧洲去贩卖。他们晋商走出来的这条路线被称之为万里茶路，
那么在国外啊赚了这么多钱，怎么把它带回来呢？这些晋商啊特别聪明啊，你看他们是把银子啊熔铸成像西瓜一样大的银弹，而且在上面呢还印有大德玉记的这样的商号。如果说有劫匪啊抢到了这些银弹，他们也不好运输，因为这么大确实很重。那么就算被他们抢去了之后呢，被官府查到啊，也是比较容易辨认。他们是把这个银弹呢称之为银冬瓜，还有银匕首，这个是银酒壶。这些呢就是以前的马灯了。因为那些劫匪啊把这个银弹抢了之后呢，又是很容易被官府辨认，而且呢很难运走，所以呢被称之为没奈何。我们来看一下长嘉的万里茶道啊，他们是把福建的茶叶啊运到湖北，然后呢经过洛阳、祁县到达榆次，然后经大同啊一直到库伦，然后呢再到阿拉木图，最后啊运往莫斯科。这个就是他们主人家居住的房子了，我们进来看一下。这正中间呢是摆放着一个时钟，时钟的两边呢是各有4个花瓶，这8个花瓶呢就代表着4平8稳。这左右两边呢各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呢就代表他们家族啊可以平静的过日子。这左手边呢还放着一个温酒壶，据说这个酒壶啊是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你看这上面呢还倒插着几个酒杯，像这样的酒壶大家见过吗？这个房间里啊最值钱的就是这张桌子了，它是用海南黄花梨做的。据说啊1两黄花梨可以换1两黄金啊。这个桌子呢可以顺时针旋转啊，代表着顺风又顺水。上面呢还有一个木盒子，也是用海南黄花梨做的。这一间呢就是主人房了，我们进来看一下。其实空间也是蛮大的。这个床啊就是在这个木门的里面，里面呢看起来空间比较小，但是呢比较聚气，因为北方啊冬天比较冷嘛，所以呢空间小啊反而比较温暖。与众不同的是，在床的两边呢各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啊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就是说主人家在里面，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到两边呢有没有来人。这个呢就有点像是汽车的反射镜啊，也可以说是古代的监控吧。其实古代越有钱的人呢是越注重自己的隐私啊，所以呢是放了2面镜子，防止别人偷窥他。这个房间呢也相当于是一室一厅了，在这边呢还放着几把太师椅，可以在这里会客。出来这边之后呢，两边呢是有一些厢房，我们也进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还放着一张半圆形的桌子，上面是放着一些装饰用的屏风。其他房间呢也基本类似。这里面呢是一个炕，看看这些砖雕和木刻，是相当的雍容华贵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啊，都是呈现出一种土黄色，但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带有颜色的，只是时间久了，大部分颜色都已经脱落掉了。出来这个门之后呢，就是他们家小姐的绣楼了。小姐呢是住在第2层，1楼啊是给那些丫鬟住。其实他们家的小姐呢，平时啊也下楼下来接待亲戚朋友啊、会客啊等等。他们也是要去旁边那座书院读书的。从这个侧门出来之后呢，就是这座房子的照壁。据说这座照壁啊，上面呢是隐藏着一个藏宝图啊。如果谁能够解开这个谜，谁呀就可以得到这笔财富。当然，我相信呢，就算你现在解开了这笔财富呢，你依然拿不到。这上面呢，看样子呢是有很多文字，但实际上啊，也有可能是符号。还有一些图案呢，是他们家族银子的票号。我现在来到他们家族藏银子的地方了。他们家这么有钱啊，
银子怎么放呢？我们进来看一下啊。他们是把银子藏在地窖当中。你看，是用这个木板把这个地窖的口呢给封上。这个地窖看起来也挺深的。这个地窖的墙壁上呢，还有一些孔洞，可以顺着这些孔洞爬进去。这一边呢还有一个入口，但这里呢就全部被封起来了。那他们常家到底有多富有呢？他们1年的收入相当于晚清政府1/3的收入。那么今天常家大院的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条视频乔家大院见。大家好，我是俊国，我现在是来到山西晋中，今天来逛逛乔家大院。在当地有一句俗话叫做“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乔家大院无论从规模还是精美程度，都是1等1的。我已经检票进来了，我这一次用的是山西旅游年卡，如果说是买票的话呢，还要115。大红灯笼高高挂，高墙大院，这个城墙都有3层楼那么高了。这里呢就是乔家大院的大门。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祁县乔家堡村，始建于1756年。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有313个房间，建筑面积达到4175平方米。乔家大院3面临街，四周都是高达10来米的全封闭青砖墙，不与周围居民相连。参观乔家大院除了看这个古建筑文化以外呢，我们重点还要看他们乔家3宝。在大门的前方是有一个照壁，这照壁上呢有一个很大的福字。这个照壁可以起到遮挡视线、移步换景的作用。从风水学上讲能够起到藏风纳财的功能。照壁的正面是一个很大的福字。这照壁的另一面就非同一般了，这上面是有100个寿字形态各异，俗称百寿图。100个寿字有100个象征意义，有象征阴阳八卦的，有象征风雨雷电的，反正象征的东西非常多。据考证，这个百寿图是乔致庸的孙女续写的。乔家大院的人气很旺比起我上次去的常家庄园大家看看眼前这个场景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因为乔家大院拍摄过很多的电影。这一进来之后感觉呢这条巷子像是整条街一样这里面呢有好多院子如果说全部逛下来的话呢，恐怕1天时间都不是很够进入乔家院大门后，是一条长80米的石铺甬道，把6个大院分为南北2排。甬道的尽头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这其中2个宝贝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我们进来看一下。直接进来最后一个房间。你看前面这个镜子呢，就是叫做犀牛望月镜，这是他们家的镇宅之宝犀牛望月镜这个宝贝可以分为3个部分，上面是一个圆形的镜子，代表月亮，中间是祥云，下面是一只犀牛，是用铁梨木雕刻而成。这个木头相当扎实，整个有将近1吨重，跟铁的重量差不多了。这个镜子有什么含义呢？据说这个犀牛它是天上的神仙，因为犯了错误而被贬入凡间，但他还是特别向往天庭，所以每当月圆之夜他就回首望月，想回到天庭。这第2件宝贝就是在犀牛望月镜的上面，就是挂在天花板上的这个圆球。大家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据说它是最早的监视系统就是以前东家和掌柜在这个房间里面商量事情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球看到四周围的情况，就是防止别人偷窥偷听。神奇的是，这个球反射出来的东西只会变小而不会变形。据说这个圆球还是从俄罗斯买回来的。我们来看他们家族的第3件宝贝，是在这间院子里。
这里有一道门啊，上面有一块牌匾，这3个字是什么字啊？估计你到现在还没发现啊？没看。学吃亏，吃亏也要有所讲究啊，吃小亏不吃大亏，吃明亏不吃暗亏。古人有句话叫做吃亏也是福啊。乔家第3件宝贝啊，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就是这2个九龙灯。大家看看这后面这位是谁呢？这可是慈禧太后啊。自古政商不分家，庞大的利益自然需要金钱来滋润，同样金钱也需要权力来保驾护航。乔家作为清末山西著名的商家财阀，这庞大的金融帝国自然需要政治背书来保障安全。1875年，同治帝驾崩，光绪帝继位。同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虽然拥有了新疆军务的最高指挥权，但对于已经疲弱不堪的清政府而言，粮饷问题大部分都需要左宗棠自己来解决。看过红顶商人胡雪岩故事的朋友都知道，胡雪岩与左宗棠的香火情正是帮助他筹措军饷获得的。其实除了胡雪岩，以乔致庸为首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期间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左宗棠所需的军费大多是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需要向乔家票号借之透支时，乔家票号也是从无恶化。正是有了后勤粮饷的保障，左宗棠才能后顾无忧。历时6年，先后收复北疆、南疆，并在伊犁与沙俄签订条约，保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左宗棠也因此获得了2等恪进侯。当西北安定下来之后，左宗棠载誉而归时，还曾特意到乔家大院拜访了乔家主人乔致庸。乔致庸当然做足礼数，左大帅也是给足了面子，并为乔家大院的百寿图题了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续道德而能文章。意思就是除去人的欲望嗜好，来恢复天性，遵循道德准则，就可以更好的发扬道德风范了。与左宗棠结下香火情之后，乔家并没有止步。毕竟晚清政局多变，政治投资过于集中啊，就很容易在阴沟里翻船。所以后来啊，当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筹建北洋舰队时，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一口气认捐了白银10万两。这样乔家一次性给足了李鸿章面子，李鸿章自然也要投桃报李。后来就为乔家大院提了一副对联。你看这门页上呢是写着子孙贤族将大，另外一面呢是兄弟穆家之肥，这是李鸿章提的字呢。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穆家之肥，意思就是子孙贤达，家族就会兴盛，兄弟之间和睦，家庭就会致富。乔家先后结交了左宗棠和李鸿章2位晚清重臣，对于乔家来说基本上可以安枕无忧了。但似乎是上天的眷顾，又或者说是马太效应的作祟，让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接下来乔家将要迎来一位更大人物的墨宝。1900年庚子国难，8国联军攻陷北京，老佛爷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出北京城，前往西安躲避灾祸。路过山西祁县，由于走得过于匆忙，既没有时间安排住宿，也没有带齐各种物资。同时各方闻讯赶来的秦王队伍也都前来会合，原本认定寥落的队伍一下子上升到了5位数。这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来，吓坏了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因为粮食快不够吃了。就在这时，乔家再一次雪中送炭，先是慷慨地向老佛爷慈禧一行人提供住宿，后来乔家大德恒票号的掌柜贾继英又主动奉上白银300两，事情办得就是这么漂亮。慈禧听了下人的禀报，也有些感动了。后来清政府貌似重新恢复了稳固统治，慈禧也回到了帝国中枢北京。想到曾雪中送炭的乔家，便问他们想要什么回报。此时乔家只要了4个字，就是大门额头上的牌匾福种蓝环，指的就是福气十分重的地方。除了这4个字以外慈禧还将这2个九龙灯赏赐给了乔致庸。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这2个灯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九龙灯上面4条龙，下面5条龙，所以呢称之为九龙灯。而且这个龙它是可以折叠起来的。这样的九龙灯全国就这2个，属于孤品了，现在可就价值连城了。它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是可以调节亮度的。大家仔细看，在这个灯的中心是不是有一面镜子呢？把镜子对准外面的蜡烛，它就会反射蜡烛的光，使整个房间更加明亮。反之，镜子不对准蜡烛，光线就会变暗。
这种带调节亮度的蜡烛灯，还有比它更早的吗？这个就是招待慈禧的8碟8碗了。8碗是热菜，8碟是凉菜。这个凉菜呢有，这个是豆腐丝吧，还有豆芽、凉瓜。热菜呢，这个有点像是梅菜扣肉啊。这一碗呢有点像是东坡肉。看完乔家的3大宝贝之后呢，我们回到第一座院落大福地来看看。这里面呢，先看到的是一面照壁，这上面呢是写着3个字啊，福德祠，这是他们土地爷的祠堂啊。你看这上方呢是雕刻着4只狮子。这个就代表着事事如意。这个院落的门口呢，它是有一些台阶啊。其实进入到里面呢，它也是有2级台阶的。这个呢，就是什么呢？步步登高，连升3级啊。就是说走进去之后啊，会不知不觉当中啊，将这个地面呢抬高了3米。这个门槛呢特别高。这一间呢是乔致庸的书房、客厅、起居室，上面呢是挂着一个牌匾呢，汇通天下。因为他们家到后面呢是做票号的，票号呢指的就是现在的银行了。这一间是乔致庸女儿的居室啊，进来看一下。一进来之后呢，就是一面化妆镜。他们这边呢主要都是睡炕，因为冬天呢特别冷，因为在古代啊没有什么暖气嘛，而且在这个炕上啊还有一些柜子可以用来放衣服什么的。富贵平安。这间呢是乔家女人的餐厅，他们家族啊吃饭男女是分开的，女人吃饭呢是用这种圆形的桌子，还有圆形的凳子。过来这一边呢就是男士用餐的餐厅了。男士用餐呢是用这种方形的桌子，椅子呢也不一样，是这种类似太师椅的椅子。这里呢也是摆放着一个圆形的桌子，这个呢是方便大家来对比啊。他们家族有一个规定，就是男孩子大于7岁啊，就要跟大人啊一起上桌吃饭，因为大人在吃饭的时候啊会谈论一些事情嘛，那么小孩子呢就可以耳濡目染的学习一些东西。饭厅这边过来之后呢，就是厨房了。你看，在厨房的边上啊，还有一辆马车。这台马车可值钱了，因为它的轮轴呢是用紫檀木做的，相当的珍贵啊，1克紫檀1克黄金啊。那么这台车啊，相当于现在的劳斯莱斯级别的轿车了。我们来看一下正面啊，你看这台小马车呢，它并不是很大，那是因为啊，乔家呢他是从商的，商人呢其实在古代呢地位啊还没有那么高，即使你再有钱，但是你的车呢规格不能很大，所以呢看起来啊就是还是有点小。在这个角落还放着一个很大的石磨，这就是他们的大厨房了。进来这个厨房里面来看一下啊，这个厨房啊确实是大，这个应该是大的烧水壶啊，你看这个手把还是龙，壶嘴呢也是龙。这一间呢是叫做膳食室，里面呢就是放一些食材、香料，你看白糖、红糖、茴香、腊肠等等。大家看一下这墙角上的2个孔啊，这是什么？这是放柴火的地方啊。
他们这样子设计还是非常科学啊。你看灶台呢是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烟呢就不会熏到里面。都说一个家族啊富不过3代，但是他们乔家也是富有了200多年了。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注重教育，这就是他们家族的私塾了。你看这里呢还有家规，特别是这一条家规啊，叫做6不准：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吸毒，不准猎仆，不准酗酒。简单来说啊，就是禁止黄赌毒。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啊，要遵守的话呢，确实是有点难啊。虽然他们的家规啊不准纳妾，但是乔致庸啊一生讨了多少个老婆呢？6个。但是呢，他不叫纳妾，叫做继任。这一间呢就是男家属，他们家族人呢男女是分开来读书的。你看这里呢是摆放着很多课桌椅啊，中间呢是供奉孔子，这边呢也是桌椅。在这边呢还有2个炕啊，这个炕相信是给那些教书先生睡的。钟灵毓秀，从这个门出来啊就是乔家花园了。那说了这么多，乔家到底多有钱呢？他们所有经商1年加起来的收入啊，大概等于清政府1年的财政收入。那他们乔家就占去了1/7。乔家既然这么有钱，那他们家的金库在哪里呢？大家绝对想不到，就是在这个亭子的下方。你看，它是用一个假山啊来做伪装。带大家看看这个金库的入口啊，有好多人在这里铲雪呢。在假山的这一边呢，是有一道门。你看，这就是他们家金库的入口了。不过现在呢是门锁着。据说在这个入口里面呢，还有一座关公像啊坐镇。用这座假山呢来做掩护，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你看，把这些石头啊往门前这里一堆，就完全看不出来啊这里是一个入口。在这个假山的后面呢，还有保元堂、宁守堂，要全部逛下来啊，确实要很长的时间呢。你看这里呢是有2个桅杆，你看这上面呢都是有2个斗，说明呢家里也是有人中了进士。你看中间这一部分呢还是没有开放的。乔氏结交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8方疏通。从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乔家100年兴旺不衰，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后来随着清政府倒台，票号被银行所取代，汇通天下的乔家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后世子孙却不乏才俊。在乔家的20来个子女中，先后出了2个博士、3个硕士，还有12个大学生。尽管家族人分散在全球各地，但他们还是会每隔几年都搞一次家庭聚会。乔家虽然再没有出现过红极一时的名人，但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荣耀虽好，但平安才是福。大家好，我是俊国，我现在是来到晋中太古了，这里是太古古县城。这一座是鼓楼，是太古古县城标志性的建筑了。它是建于明朝万历43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
在山西啊，基本上每个县呢都是保留了古县城，只要是古城啊，都会有钟楼和鼓楼。大家知道钟鼓楼啊，在一个城中有什么作用吗？晨钟暮鼓嘛，早上当这个钟楼一响啊，城门就打开，街道上所有的店铺啊就开始营业。傍晚的时候，鼓楼一响啊，这个城门呢就要关上了，而且街道上的店铺啊也都开始打烊了。这个就是晨钟暮鼓。那它为什么要建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呢？那是因为这个钟楼鼓楼一响啊，四面八方的人呢就很容易听到。而且古代管理这个市集的官员呢，也会站在这个钟鼓楼上面，这样呢他就可以看到四面八方了。那这个就是钟鼓楼的作用了。今天来到太古城啊，当然要去孔祥熙故居看看。民国时期啊，有4大家族，蒋宋孔陈，孔祥熙家族啊就是4大家族之一。而且孔祥熙啊还是孔子的第75代世孙。他的身份是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没想到他的老家就在山西太谷。在清朝的时候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今太谷、银岐县、同平遥，也就是说这3个地方当中啊，太谷是最有钱的。大家能够想象到吗？就这样一条小小的街道，在当年街道的两边啊，那可是布满了商铺票号，票号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就像是一个金融中心啊。所以当地还有一种说法，太谷就是中国北方的华尔街。这一间志诚信呢，是太谷帮创建的最早的票号啊，也是规模最大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家卖古玩的店铺了。这个票号啊，都经营哪些业务呢？有买办茶叶、珠宝、药材，还有押运货款，还有做客栈的业务啊。这座太谷古城啊，给到我的感觉呢，比较有烟火气啊。虽然说这里面呢存在着一些新旧交替的建筑，但是呢比较真实，非常有市井气息。到了孔祥熙宅园。孔祥熙宅园呢是位于县城的上官巷，由6座院落、2处花园组成，南北长有69米，东西宽91米，总的占地面积是有6300多平方米，其中花园就占去了1/3。其实这间院子并不是孔祥熙的老宅，是他在1930年的时候从太谷士绅孟广玉手上买过来的。孔祥熙在这里住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总共也就5、6年这样子。1934年的时候蒋介石来山西，也在这里住了1天。为了这个事孔祥熙还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这里的门票60块钱。山西旅游年卡包含的景点其实不是很多。这是第一个小院子我们从这个大门进去。这里呢就相当于是到了2进院了。中间呢还堆了一个雪人还放了一个大水缸。这个大水缸是有消防的作用假如说起火了，就可以在这里取水。这东西厢房在以前孟广玉手上呢，还是属于账房呢。自从孔祥熙买了之后呢，他又给它重新命名。这边呢叫做三友堂，这边呢是三多堂。三多呢就是多福、多寿，还有多难。三有就是有由、有为、有守，意思就是要有计谋、有作为，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这三友堂里面就是展示了一些孔祥熙的生平事迹。孔祥熙是在1880年出生在山西太谷，但是他的祖籍呢是在山东曲阜，所以说他是孔子的第75代世孙嘛。孔祥熙的父亲呢还是一个贡生，还曾在票号担任过文职，后来是因为染上鸦片这个恶习家境就逐渐衰落。虽然他的父亲不是很争气，但是好在他还有一个好母亲。孔祥熙5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庞氏就教他读书，为以后出国留学打下了一点基础。但是他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尽管他小时候家庭条件一般，但是他确实是聪明好学很小的时候就把那些启蒙书籍比如说4书5经都读得滚瓜烂熟了。后面随着家庭条件有所改善，孔祥熙最终就去了日本留学。在1914年的时候与宋家3姐妹中的老大宋霭龄在日本横滨结婚。这样一来孔祥熙就与孙中山、蒋介石成了连襟，也就是说蒋介石要叫孔祥熙姐夫。从这个时候开始孔祥熙就算是平步青云了。当时他担任过民国的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的总裁，后面还担任过行政院的院长。到了1944年孔祥熙才下台。
像这样一张桌子啊，一看呢，这个木头啊就不简单。这个椅子上啊还有一幅画，这个画呢是石头的。这2个柜子啊，材料看起来呢也是不简单啊。上面呢是雕满了龙还有云。这张床呢也是做得非常的精美。这一边呢就是3多堂了。这后面呢也是有一张龙床啊，你看盘龙柱子，雕刻得非常的精美啊，并且这旁边的2个柜子啊，你看像这些花纹啊都是用贝壳啊把它给打磨工整，然后呢镶嵌进去的，做工啊也是相当的精细。这一间呢就是官厅了，如果说是在民间的话呢，就叫做过厅。你看上面呢是画梁雕栋，还有很多金粉呢涂在上面，为了迎接蒋介石的到来，特意啊涂上去的。现在呢，我们进来这个官厅里面来看一下啊。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画，这幅画的作者啊是叫做郎世宁。他是意大利人啊，之后呢，他是来到了清王朝嘛，在朝廷里啊当画官，这一做啊就做了40年了。在宁夏银川呢有一个博物馆，里面呢还摆放着他的一幅画，就是乾隆的真实画像。因为西方人作画他是比较写实的嘛，所以那一幅画呢是最接近乾隆真实样貌的一幅画了。我在2021年的时候啊到过那个博物馆，亲眼见过那一幅画。这一幅画的名称啊是叫做《苏绣十犬图》，你看这里面呢是有10只犬。大厅的2边呢还各放着一台轿子，据说这个轿子呢是当年孔祥熙啊坐过的，但是看起来呢有点掉档次啊，因为太过花里胡哨了。但如果说真的是由他坐过的话呢，那就值钱了。其实这个官厅里面呢最值钱的就是上方的横梁了。大家仔细看，上面是不是金碧辉煌呢？我们把镜头啊拉进来看一下啊，这横梁上方呢有一朵朵牡丹花，这个花是不是金黄色的？这可是用金子镶嵌进去的。在当地啊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头顶滚金大梁，脚踩方砖满地，说的就是这里。这个官厅呢还展览着一些东西啊，你看这是进口的手摇缝纫机。到现在呢都没有那种锈迹斑斑的感觉，说明这个材料确实是好。还有几把匕首，一把剑，老式的马灯。这个马灯啊是赠送给老百姓的。过了这道门呢就是正院了。大家看看这里的房子啊有什么特色呢？看看上面的窗，有方又有圆，代表着做人该方的时候就方，该圆的时候就圆，无方圆也没有规矩。孔祥熙啊就是住在这间房啊。看看2楼的窗，你看内方外圆，是不是很像是一个铜钱呢？果然是财政部部长啊。这左右厢房啊是孔大小姐和孔二小姐住的。孔二小姐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她的名字啊叫做孔令俊。这个孔令俊呢从小就是男孩子的性格，喜欢男扮女装。由于他的背景呢比较硬嘛，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了嚣张跋扈的个性了。正门这里啊还有2张照片呢。你看孔祥熙呢是穿着西装，戴着圆形的眼镜，梳着大背头，留着小胡子，看起来啊非常的有绅士风度啊。孔祥熙啊还在耶鲁大学啊留过学啊，这是与欧柏林院长的合影。这里面有好多名贵的家具呢。孔祥熙宅园里面的这些家具啊，你都是可以触碰得到的。它不像一些景点呢，都是围栏拦起来。像这张案桌啊，上面是刻了2条龙还有云的图案，看起来呢这个木头啊也是不一般啊，应该也是非常的珍贵。孔祥熙故居里面呢最值钱的东西呢，恐怕就是这张床了。我们走进来看一下啊，这上面呢是刻满了龙的图案，据说有599条龙，象征着95至尊。蒋介石啊是在1934年11月10号来到这里嘛，
这张床呢是孔祥熙特意为蒋介石准备的，但是蒋介石呢当时却没有睡这张床，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这张床特别高，可以分为3个部分你看上面呢是用来放书的，中间呢自然就是睡人了，下面呢你看有3个孔，这里是用来放火盆的，因为这里冬天呢是比较冷嘛。现在我们上来2楼来看一下孔祥熙的房间呢就是在这2楼这楼梯还是蛮长的，这上面呢也是摆放着很多名贵的家具。这张床相信就是孔祥熙睡的床了，上面呢也是雕满了龙的图案，看起来相当的雍容华贵这个窗呢就是外圆内方的窗了，铜钱的图案。站在这里院子里面有什么事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在孔祥熙的房间这里有2条通道，你看是连接着厢房的房间，相信这边呢就是孔二小姐的房间了。孔大小姐的房间呢应该是在这一边，我们进来这个房间看一下这个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俊，你看她是短头发，长得很像男孩子跟她的姨妈在一起，宋美龄，他们2个的关系呢非常好。宋美龄呢也是很喜欢孔令俊，因为觉得他很像自己的性格。孔二小姐喜欢男扮女装，抽烟烫头样样都会你看叼着烟嘴。这个孔二小姐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了，经常开着她的那台吉普车到处惹是生非。没有办法，因为她的姨父是蒋介石，他老爸又是孔祥熙，没有人惹得起她。这是孔二小姐的床，你看上面呢还有3面镜子，床的后面呢是一幅画，这里还有一张办公桌，会客的桌椅。现在到孔大小姐的房间来看一下，厢房要相对矮一点这边呢也是展示了很多孔二小姐的传奇宋美龄直接认孔二小姐为干女儿了，也许是由她的这个性格决定的。这个孔二小姐一生未嫁，也没有孩子。相传宋美龄晚年的时候也是由孔二小姐陪伴着她一起度过。这里是他们家的东花园，这个位置是戏台，这个位置呢叫做坊，他们会在里面画画。这上面还有一个平台是他们家弹琴的地方。整个花园呢就是用于休闲娱乐。这个东花园呢也不大，一眼就看完了。现在到西花园来看一下，走到这边呢就是有2排房子，这一边呢是厨房，一边是仆人住的地方你看孔祥熙的房间呢就是这一间，你看如果说他想吃什么的话呢，可以直接对着这条巷子喊就可以了，相当的方便我们继续往前走，前面这个房子呢是饭厅当时蒋介石过来就是在这里吃饭，就是这间了。你看这里也不大呀，只能坐几个人，因为蒋介石和他们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属于家宴。吃完饭之后呢，就可以坐在这里喝喝茶聊聊天。那这里就是厨房院，厨房院的房子比较低矮，和这边主人家住的房子呢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从这个厨房院再往西边走，就可以看到当年蒋介石来这里的时候住的房子了。这个院子绿化不错，种着很多树。在门口还有一张照片，蒋介石、宋美龄还有孔祥熙3个的合影，就是在他离开之前留下了一张照片。你看这3个人都是展露出微笑。蒋介石这一次来山西他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和阎锡山重归于好，因为之前呢是和他有一点误会嘛。蒋介石睡的房间是这一间，我们先到客厅里面来看一下哇，这里有模型你看蒋介石夫妇呢就是坐在这里，然后孔祥熙呢在这里作陪。
这一位呢是当地有名的画师啊，然后这位画师啊是给蒋介石夫妇啊献上他的一幅字画。这后面呢还有一个美国人，当时蒋介石夫妇来的时候啊，孔祥熙为了迎接他们，就把他住的这个客厅还有房间呢，地板全部都挖空，重新安装了水暖。因为他来的时候呢，已经是11月10号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冷了。蒋介石睡的房间呢，就是在这个大厅的旁边。这个房间呢并不大，你看床呢就是在这边了，可以说是比较拥挤了。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间房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小门，之前呢是有一道屏风啊把它给挡住的，这是一条暗道。因为蒋介石啊是一位军政人物嘛，所以呢对安全的考虑啊是比较周到。如果说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啊，然后就可以通过这条暗道啊直接通往大街了。这里还有一张照片，中间是蒋介石，还有孔祥熙，还有宋氏三姐妹啊。这是蒋介石大总统的照片。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展览馆啊，这是晋商运营遗留物品展，这里面呢都是一些老物件了。这个应该是叫做斗吧，老式的茶壶、酒壶。哇，你看这些大箱子都是很有年代了，应该是清朝中期以后的。还有一些商品的包装盒，都是铁皮盒子。这个房间里啊也是放着很多古董啊。好多精美的花瓶、陶瓷。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还看不出来哎，看不出来是用来做什么的。这是银子吗？这里就是他们的西花园了。你看中间呢也是有一个池塘，池塘的上方啊是有一个小亭子，这个亭子呢他们是称为小陶然亭。孔二小姐啊就经常在这里喂鱼。我现在还在山西晋中，今天呢来到曹家大院，这又是一处晋商大院啊。曹家大院又叫三多堂，三多指的是多子、多福、多寿。曹家在鼎盛时期有4个三多堂那么大的房子，分别叫做福禄寿喜，其中三多堂就是寿字院。这座三多堂占地面积106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300多平方米，里面有15座小院、3座道院、3个厅堂、3座主楼，总共有277个房间，整体分为内宅和外宅2个部分。这里和乔家大院有点像，里面有一条10铺的甬道，就像一条街道一样。曹家大院的3座主楼指的就是在这条甬道上的3座院子，分别是多寿院、多福院和多子院。大门进来的这第一座呢是叫做多寿院，第二座呢是多福院，第三座啊就是多子院。他们家族的长辈啊就是住在多寿院还有多福院啊。
晚辈呢就是住在多子院。在这条甬道上啊，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就是这条了。大家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你看这里呢还有墙体啊连接的地方。那么在这条分界线的东边呢，就是靠大门这一边，就是属于明朝的建筑，而分界线的西边呢，就是清朝初期的建筑。所以说这么大的一座房子呢，它也是经历了2个朝代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甬道，你看从大门入口处啊，就是地势比较低，然后越走到后面呢就越高，这个就是象征着越走越高，步步高升的意思。这一间呢是多寿院啊，我们进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院子的中间呢都是放着一个大水缸啊，可以起到一个消防的作用。这间房间呢就大了，它是放着2张床啊，这边1张，你看这边也是1张床啊，在后面，中间呢还摆放着很多桌椅。那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用来会客的了。从这个客厅出来之后呢，就是内院了。可以看到在这个走廊上啊，是放着一整排轿子，而这些轿子还不是三多堂的原物，都是从民间呢收来的。在这边呢有一架马车，我相信这个呢就是原物了，跟之前在乔家大院看到的马车啊款式差不多，而且做工啊也都是非常的精美。同样这个马车啊规格呢也是比较小，里面呢就是只能坐1个人。这一栋3层楼的建筑啊，就是曹家藏银子的银窖了。据说这个银窖啊，同时也是一条秘密的逃生通道。你看这表面上呢看起来啊，就像是一个炕，这上面是盖着一个铁丝网。我们往下面看啊，这个银窖呢特别的深，有一条灯带啊是一直通到底部，这个深度啊恐怕有好几层楼那么深啊。据史料记载，曹家在清道光和咸丰年间是最辉煌的时期，全国各地的商号加起来有640家，生意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做到东南亚和欧洲。因此白花花的银锭和元宝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运回曹家。从此曹家大兴土木，在城南25华里远的范家庄山顶上，用了8年时间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的避暑山庄，名叫千善山庄。据传在曹家经商的几百年中，只见驼队往曹家大院内不断驮运金银，而不见外出。有人说曹家把银子藏在银窖里了。到了1937年11月7日，日军侵占太谷时，曹家几百口人在一夜之间没出门就消失了。有人说曹家有通往避暑山庄的秘密通道，为此在2006年经村中长者的指引，当地人进行了挖掘，打开了银窖入口，只见窖中云雾缭绕，深不见底，也不知是银窖还是密道，这个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这里有一条阶梯啊，是可以通往2楼、3楼，我们上来看一下吧。这个楼梯呢稍微有点陡。这第2层呢是放着一些展览品，双龙瓶，唐代的。这边还有一只狮子，这可是辽金3彩瑞兽啊。还有2把用名贵木头做的椅子，上面呢也是镶嵌了很多东西，金光闪闪的。我们直接上来第3层看一下，这上面也是展览着很多东西，都是古代的文物。这一看啊，就像是一个藏宝盒。唐代的陶马，3彩人物。这是从上往下看的角度，这个窗外啊还隔着一层窗纱呢，
这样打开窗的话呢，就不会有蚊子飞进来啊。这一间呢，就是他们家的账房了，因为他们是晋商大户嘛。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这墙壁上呢是挂满了算盘，然后中间的这张桌子上呢，还放着一些金子、银子。当然这些都是模型了，只是后期啊来展示给游客看的。这里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柜台了。另外一边呢就是办公区域，上面呢是有很多桌子，桌子上啊也有算盘，还有马灯。看来他们也是需要工作到很晚啊。这一间呢是叫做多福院，上面一块牌匾呢写着积德。在这个院子里啊是放着他们家族的一个传家之宝啊，我们进来看看，就是眼前的这一面巨大的屏风，叫做百寿大屏风，上面呢是有5面镜子，特别巨大。在这座多福院里，最珍贵的就是百寿大屏风，它宽约5米，高3.8米，差不多有1吨重，前后上下镶嵌有92块天然大理石，四周用象骨包边，整个屏风使用锭合工艺制作而成，未使用任何铁钉和粘合剂。前面还镶嵌有5块源自俄罗斯的镜子，虽历经100年，但依旧光可见人。屏风两侧雕刻有一雌一雄狮子，工艺精湛，栩栩如生。屏风背面是上下各50个字形不同的中国古代寿字，这也是百寿屏风名称的由来。而且在这个屏风的前面呢，2个墙角处各有一面3个镜子的屏风。这边呢也是一半是房间，另一半呢是会客厅。在这个多子院里面呢，还有孔子的雕像呢，我们也进来看一下。万世师表，你看这两边呢就是孩子们的床了，左右各3张床，所以才叫做多子院嘛。我们在前几天呢到过乔家大院，看过他们家的3个传家之宝啊。但是在曹家大院里呢，他们呢有一整个展览馆，里面的传家之宝呢有10来件呢。我们进来看一下，就是在最后面的这间房子里了。这个呢就是曹家大院的镇馆之宝了，金钟火车头。这个金钟火车头重达84.5斤，它是由黄金、白金、钨金3金合制而成。在车头的后面内嵌了一个时钟，到了整点的时候，车顶上的白色铃铛就会自动报时。另外，在火车头顶部还安装了一个可以注水的气缸和烟囱。在车的下面还安装有6个白金、钨金制作而成的车轮，以及2条长约1.5米的钨金轨道。将火车的发条上紧之后，金火车就会在轨道上跑动起来。遗憾的是，民国20年的时候，钟表出现故障，不能再启动。关于金钟火车头的来历啊，有2种说法。一是清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光绪等人逃往西安，在路过太谷的时候呢，因为囊中羞涩，没想到慈禧出门竟然不带钱于是便向曹家借了一笔巨款。为了偿还巨款，慈禧就把金钟火车头赐给了曹家。这个跟乔家大院的桥段有点像但是乔家的乔致庸呢，是在慈禧开口之前就直接献上了一笔银两。相对比之下呢，乔家确实要把事情办得更加漂亮一点，也难怪乔家有慈禧太后题的牌匾。第2种说法呢，就是在清代咸丰年间曹家和法国人在沈阳有生意往来，这个法国人就赠送金钟火车头给曹家聊表寸心。在民国30年，日军侵入了沈阳，为了安全起见，曹家掌柜就将火车头送往北京，当面交给了曹知县。这个照片当中的人是叫做曹连庆，是曹家的第23代了。1958年大献国宝的时候就是他把金钟火车头捐了出来。他在1994年去世了，享年83岁。旁边这位就是他的妻子，他们的后代还在当地。
现在已经到了27代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留在当地的曹家后代啊，已经是普通人了，也不再善于经商了，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其实曹家还有一个更加珍贵的藏品，就是《清明上河图》，是明代画家裘英临摹北宋张择端的作品。整个画面长7.47米，绘有1643个人物和208个动物。画卷从城郊画到闹市，又从闹市画至汴梁，集中呈现了宋代开封汴梁一带的市井繁荣景象。可惜的是，真品已经不在曹家了，而是收藏在当地的博物馆。羽毛镜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作品，面积约有0.5平方米。镜子采用越南翡翠鸟的羽毛，一根根的贴制而成，材质昂贵，制作工艺精湛。时至今日，羽毛色彩依旧光彩夺目，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岁寒三友坐镜，它由一块天然大理石制作而成，大理石云雾缭绕，鳞次栉比，犹如一幅天然而成的泼墨山水画。另一面是天然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尤为珍贵。翡翠烧鸡，哇，这翡翠雕的，翡翠烧鸡，这个颜色还挺像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样子哈。这条甬道的尽头啊，就是神祖阁，就有点类似祠堂的功能啊。神祖堂出来之后呢，就是他们家的后花园了。但看样子呢，这个后花园呢，并不是特别大啊。从这里下去呢，就是曹家地下厨房了。哇，这下面呢是摆放着很多样品啊。据说他们家的地下厨房啊有4个灶台，每个灶台啊都有20个厨工。那么4个灶台啊加起来呢就等于80来个厨工了。而且这个厨工里面呢还分为大师傅、二师傅。那么这些厨工啊最厉害的就是做满汉全席了。据说还用满汉全席啊招待过孔祥熙呢。他们家族这个门呢是不常开的。后面呢他们家有了小轿车嘛，所以呢就把这个门呢打开，用来通行汽车了。你看这边呢还有很多柱子，上面呢是有一些狮子。大家知道这个狮子啊是用来干嘛的吗？这里有一个孔，那么这些孔呢就是用来拴马的。那这条走廊啊就相当于是他们家的停车库了。这个拴马柱啊总共呢是有4根。